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迈阿密上海观天下》节目。今天那个10月4号，对吧？全世界的眼球都被那个美国的那个总统大选，川普和拜登到底那个谁能赢得大选，那个眼球都得吸引过去。我前2天也做了3期节目关于美国总统大选的，对吧？今天咱们就先把那个美国总统大选那个事情旁边放一放等那个结果出来，我再做一期节目，好吧？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就是说我的标题今天是什么是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转让服务平台今天在上海上线了这将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打破美元霸权美元霸权好久没谈了是吧？我得跟大家说一下那个具体那个大家先听我读一篇那个新闻报道新华社上海11月4号那个电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转让服务平台上线了。该平台由人民银行指导上海票据交易所联合相关机构建设开发，主要为境内外金融机构提供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相关服务。据悉，首批参与的机构有64家，其中境内机构24家，境外机构40家境外比境内多覆盖全球4大洲10个国家和地区覆盖范围挺广的那个数据显示这个平台那个首日启动首日，系统运行平稳业务处理顺畅一共有22家金融机构一共达成了21笔交易，金额达10.44亿元人民币，不错那个一炮打响，对吧？首开得胜那个据上海那个票据交易所党委书记、董事长宋汉光那个此前表示通过贸易融资资产跨境转让平台，国外的人民币能够回流形成一个循环这个非常要紧形成这个循环非常要紧，这对人民币国际化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跨境平台的建设为推进上海跨境投融资服务中心、人民币资产结算中心一共起了有3个作用第一是提供统一的线上转让渠道，提升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资产的流动性，促进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对吧？人民币那个资产要有流动否则你再值钱卖不掉没什么用，对吧？为什么那帮美国人那么热衷于玩金融那个流动性高对吧？美国国债还有那个美元还有股票什么流动性几秒钟就卖掉，对吧？然后那个通过那个 SWIFT 全世界即时到账，几秒钟就到账了，那多方便是吧？第二那个这是与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连接实现海关等那个监管部门信息共享，有效解决当前贸易融资转让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非常关键过去我们不联网，好多部门跟部门各自为政不联网那个出了事情过好几天才发觉来不及了，已经闯祸了，对吧？第3点是打通境内外2个市场，推动跨境贸易融资融资利率下降，降低外贸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非常要紧我就是老外贸，我外贸出身我们过去那个国营那个外贸公司经常那个碰到那个融资困难，那怎么办呢？一般情况都是打包贷款如果做信用证打包贷款的前提是要用信用证去抵押，以信用证到那个过去一般是中行吧，现在有好多银行都做那个开展那个国际贸易，对吧？拿信用证抵押打包贷款，说实话一般就是打对折，多也没有。那么让你外贸公司去融资去那个下单去工厂下单对吧？那么那个渠道单一，手段单一现在你看这个那个融资平台就是上台了那个速度又快。银行审批打包贷款审起来很慢的一个礼拜，我记得过去就1个礼拜10天，很慢的好，继续上海票据交易所董事长宋汉光表示，明年计划与 CIPS 就是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实现互联互通，你看又互联互通了进一步满足境内外机构跨境支付清算的安全便利需求那此前呢那个今年2月份2020年2月份人民银行就是中国的央行等4个部委和上海市政府发布了一个那个文件就是关于进一步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见。
明确指出，依托上海票据交易所建设平台，促进人民币跨境贸易融资业务的发展，并被列入2020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工作的要点啊，对吧？上海也是叫好了多少年了，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啊，这是实质性的一步，对吧？那近年来啊，人民币跨境使用维持着快速的增长啊。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2020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中显示，2019年银行代客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合计为19.67万亿啊，19.67万亿啊人民币啊，同比增长24.1%，那个增长幅度挺高的啊，收付金额创历史新高。人民银行在对超过3300，另外啊，人民银行又做那个调查比那个美国那些现在那种所谓的民调啊，那靠谱多了。你看民调说川普要输，你看我看今天川普就要赢了，我跟你讲人民银行在对超过3300家境内外工商企业以及金融机构使用人民币的情况进行了一个市场调查显示，2019年约有69%将近70%了，一大半那个受访的境内外工商企业都打算使用人民币或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使用比例这一占比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对吧？都用人民币人民币越来越值钱了，同志们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局局长，有这个局吗？我第一次听说那个表示跨境贸易融资的空间和潜力比较大。平台上线是以人民币计价的国际贸易为目的，对吧？以人民币计价的国际贸易为目的我估计不久的将来，就是说好多就是做新政或者国际贸易就是不以美元不以欧元结算，以人民币。现在已经有一部分不多我印象当中是10%吧，就是国际贸易那个用人民币结算已经开始了但是不多你看这个平台上线，就是人民银行那个宏观审慎局局长，就是这个目的就是以人民币计价的国际贸易，对吧？跨境平台将提升境内外金融机构办理跨境贸易融资业务的活跃度，提高跨境人民币资产的流动性，为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资金渠道对吧？是除了银行那个信用证打包贷款，那我如果不做信用证呢？没有信用证做抵押，银行1分钱都不会贷给你的。那你外贸企业就资金紧张，要不就去借民间借贷高利贷，要么就是同行那个拆借，要怎么样，很烦了，我跟你讲很麻烦。那还将有助于提高跨境贸易融资人民币结算的透明度，提高透明度提升贸易效率激发市场活力，推动跨境贸易融资成本的下降那个进一步那个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那个促进人民币国际化。那个这个局长姓霍的霍局长表示近年来随着人民币国际化不断深化，金融企业对于使用本地贸易投资的金融产品需求日益增加。建立跨境贸易融资平台有助于形成一个公平、透明、高效的贸易融资服务环境，有助于提高产品的标准化，实现高效能的贸易融资服务，同时有助于盘活现有的贸易，提升跨境贸易融资的流动性和可交易性，增强商业银行办理贸易融资业务的积极性你看谈来谈去要增加流动性，对吧？说明原来的流动性不行流动性不行。传统跨境贸易融资2级市场模式是线下询价，1对1交易，对吧？就我刚才说那个就是打包贷款、信用证打包贷款，对吧？市场价格不透明，市场效率也不高。而这一平台将分散的市场主体集中到一个地方，对吧？通过线上对话报价标准化电子成交单和交易主协议，显著提高了市场交易效率和市场透明度。同时，该平台引入基于区块链的分布式数据储存、共识机制和加密算法等，实现物流报关信息、融资信息等数据共享比对，核实底层贸易的真实性，从而有效防范虚假贸易，对吧？重复融资风险，缓解传统跨境贸易融资中常见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对很多就是过去那个虚假贸易，就是洗钱。怎么洗我就举个例子，就是说那些地下那个钱庄洗钱，它就是通过虚假贸易不做信用证通过那个打个比方，签个合同，做一个 pro forma invoice， 对吧？形式发票过来这里装模作样出货那个出打个比方
一个单500万美元，500万美刀是非常大的单了啊。然后打个比方，100个柜的那个某某什么什么货，普通货物里边全是空的啊。然后呢就是报关，然后呢去把海关那些稽查科的什么通过他们有一条那个利益链的搞定。就是贿赂人呀，然后报关单出货了，然后呢，这是那个出口的一方面，然后进口还有进口，你假装就是国外进口一样的，你国外进口，你跟他签个虚假的合同，然后进口什么什么东西过来，然后他就出一些乱七八糟的洋垃圾，说这不值钱的东西进来，然后国内的钱不是外汇管制嘛，你用那个合同和那个对方的那个进口报关单提单之类的啪到那个银行去申请外汇多少万美元就汇出去了，这就是洗钱我就举那个很简单的例子，原来那种虚假交易就是让你洗钱这多少万美金就这样出去了，我跟你讲好，二级市场高效有序，必将带动一级市场活跃，推动跨境贸易融资利率下降，降低中小外贸企业的融资成本，对吧？中小外贸企业融资成本很高，我刚才说打包贷款利息很高的，8.9，我记得我当年还8.，我好多年不做这个外贸了，当年就8.9，现在不知道多少不会低，绝对是市场利率的多少，至少50%以上好，那个银行界的人士又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推进，企业客观上存在投资保值资产的那个需求，通过搭建平台，可以进一步为企业拓展业务，打通资源管理市场，同时为境内企业提供更加多元的融资服务，对吧？通过建设跨境平台，可以推动跨境贸易融资利率下降，降低中小外贸企业融资成本，有利于缓解疫情对那个中小外贸企业的影响。对就是我们现在国内国外的利差很大的，国外很多就是负利率，咱负利率不说了，美国现在是零利率，对吧？日本是负的还是多少？我记得日本是负的，就是说好多那个欧美发达国家资金没地方去。他产业空心化，钱多玩金融嘛，资金没地方去，就是借不到钱，没好项目，他那个资金出不去，没有项目投，然后国内的利息又很高。你别看我们现在国内银行对普通的存款利息低我们国内那些贷款利息很高的，都要6点几以上，甚至8点几，对吧？我记得人民银行还是那个最高法院出过一个，就是民间借贷16%之内都是合理的，法律保护超过15还是16就是算高利贷了。那你想好了，法律保护就是15、16，对吧？就是国内现在那些融资成本很高，那国内外那个资金那个利差那个玩差价的朋友，就是玩外汇玩什么东西那都是一块大肥肉，那个市场多大都得你看这个平台一弄，那帮其实就是那个招商引资吸引外资过来，对吧？除了那个去炒股票、炒楼炒不动了，对吧？炒股票我看也涨不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就是这个，你看它这个平台出来，让你国外的那个闲散资金很多很多，多少万亿美元、多少万亿欧元没出去然后到这个平台来投资我们那个中小型的外贸企业，我们这实打都是工厂。全部是生产工厂 manufacturer， 对吧？那么投资他们那个利润是实打实的，也不怕你跑，也不可能跑。我们中国人做生意大部分都是很实在的此外，跨境平台为全市场提供了统一的报价和计价平台，提高了金融机构的交易效率，减少了交易过程中信息不对称，有助于降低金融风险。平台上线的更大意义还在于将为金融机构向跨境贸易提供人民币融资服务后的资产流动性管理提供支撑，同时也为国际市场提供优质的人民币贸易金融资产，引导更多人民币资金进入国际贸易领域支持并活跃全球贸易活动就双向的你们国外的资金可以进来。提供贷款或者怎么样，或者投资我们国内那些产业，我们那个国内的人民币也多资金也多，也可以出去，双向流动，挺好，这个挺好那么这是我刚才读了一下一段新闻报告那么现在呢，我以我个人的这个感受个人的看法我来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个所谓的新上线的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转让服务平台，那到底有什么作用，对吧？到底什么作用？我跟你讲，说白了，我们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第2大贸易国
就是按照那个贸易总量、贸易额啊，以美元计价的贸易额来说，我们是世界第2大。那如果按照那个商品贸易额计算，我国目前是目前上最大的贸易国。那美国只能排第2，为什么？美国很多贸易量啊，它是虚拟的金融产品，那量很大，全虚拟的，空心化嘛，产业空心化了，对，你知道吧？看产业空心化了，除了它那些极端高精尖的芯片之类的那个还是可以的，其他不行。你看芯片，我们“15”就是以举国之力玩那个攻关我相信大概应该是在3年左右应该出成果，3年左右那前2天不是又有消息吗？说现在那个什么5纳米、7纳米是硅基的，对吧？硅基芯片，然后据说又要出了那个什么碳基芯片，我也不太懂，但是好像看上去很厉害的样子。然后就是技术路线完全不一样，然后功能要远超原来的那些碳基硅片碳基芯片。那美国不是高通之类的不是完蛋了吗？英特尔之类的，对吧？言归正传，继续说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转让服务平台的上线明年又要和 CIPS 就是那个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实现互联互通。中国目前已经与近4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互换总金额已经超过了3万亿人民币，很多了目的就是要让人民币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主要的结算货币之一主要的结算货币之一目前国际贸易结算中的那个各国的各个主要货币占比情况是如下美元大头老大85.83%欧元6.54%。那其次是人民币，占可怜的2.4%但是我跟你讲，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结算中的那个结算货币这个占比实在太小了，跟我们那个贸易量根本不能比的，不成比例的，对吧？你如果按照那个贸易那个国际贸易总量算人民币作为在国际贸易中结算中的占比，至少应该和美元平起平坐。那比方美元是85.83%，86%，我们2.4嘛，82%，那应该是一人一半，44到45之间，我认为是很公平合理的。甚至我们50，美国那个30几也公平合理。那么我们的食品那个商品货贸易量远远超过美国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势头发展的多好，那个贸易总量超过美国指日可待，没问题了，对吧？没问题了。那所以我跟你讲，然后美国就是依靠它那个美元霸权，然后你看它可以肆无忌惮的那疯狂的 QE 疯狂的印钱，对吧？你经济危机了，你像现在那个国内那个疫情然后它怎么办？没钱发了，它那没有产出怎么办？他就印钱，对吧？那然后他疯狂的 QE 已经3.3万亿了据说还要有1.8万亿，还有1.6万亿，他一点不担心美元那个会贬值，而造成国内的通货膨胀。你看现在美国国内产业空心化美国政府的国债已经达到了惊人的27万亿的理论上早已经破产，它那个 GDP 已经低于那个负债了，已经破产了，资不抵债了每年的财政收入已经还不上那个27万亿国债的那个利息了，利息都还不起了那个说的点就是现在装逼装有钱，对吧？那每当遇到经济危机或者其他那个政治危机，现在你看就是危机了，对吧？他就利用他这个美元霸权疯狂的 QE 捡全世界的羊毛，薅羊毛就是薅羊毛，对外输出通胀，对全世界收取铸币税让全世界人民来分摊他们那个所做的坏事那个分摊他们那个通货膨胀，对吧？自己的国内却让物价平稳，你看坏不坏？阴不阴都是犹太人想出来的犹太人也聪明也聪明，说实话那你看美国那个薅全世界人民的羊毛，为美元买单，对吧？这就是美元霸权的那个厉害之处，我跟你讲。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中国政府是采取了哪些步骤来一步步打破美元霸权，从而避免被美元霸权薅羊毛你看我总结了一下这些年来人民币国际化的步骤如下：第一货币互换，对吧？中国目前已经与近40个国家或地区签署了货币互换，互换总金额已经超过了3万亿人民币3万亿人民币。第二，建立那个 CIPS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类似于美国人控制的那个 SWIFT， 对吧？第三，
率先推出人民币数字货币 DCEP 啊，估计2022年就会正式向全世界推出数字货币了。你看现在已经在深圳公测了，对吧？1000万花了1000万，5万人，1人200块。我上次在那个我做了第6集的那个中国专门说中国的数字货币那个，大家老铁们有兴趣可以去看看，我说的非常详细，这里我就不再啰嗦了，不再重复说了啊。第4啊。建立跨境的就是今天那个啊，建立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转让服务平台，今天在上海上线。你看一步步啊，逐步就是挖美元的老根啊，挖美国人的根啊，所以美国人川普恨透我们了，包括那个共和啊，那个民主两党，所有的美国的顶层的精英人士恨透我们中国了。你知道，不管谁上台，我一直这么说，不管谁上台，他们的长期现在就形成了共识，长期国策就是全方位的打压遏制中国啊，就这样。他们要做老大，就是不可能有你中国那个崛起的机会。那么现在就干吧，对吧？大家就全方位的抗衡，全方位的对抗，对吧？大家看到吧？人民币国际化的，你看路线清晰，目标明确，就是目的就是要打破美元的霸权，挖美国人的老根，对吧？我们一步步的稳扎稳打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从目前国际贸易结算中美元占比85.83%这个份额中啊，硬生生的要挖出一部分的份额来，用我们的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是吧？我认为就至少应该跟美国平起平坐啊，45左右啊，那个甚至超过美国，对啊，48、50那也很正常。我们贸易量实体那个商品那个贸易货物量远远超过美国了，对吧？那个我们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贸易货物贸易国了呢，是吧？那本国货币。世界上最大的商品货物贸易国，本国货币成为世界第1大的那个国际贸易结算货币，那不是太正常了？那很正常了，不成为那个国际贸易结算货币才第1大的结算贸易货币才不正常，你知道吧？那我认为今后的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啊占比啊，那我认为啊，就是说会人民币美元啊就会。很有可能就是占据一大部分的江山，就是人民币和美元占比90%以上啊，那剩下还有10%左右的份额呢，会由那个欧元啊、英镑啊、日元啊等那个发达国家去瓜分，他们去瓜分那个，总要留点汤给别人喝，对吧？他们去瓜分那个剩下的份额，那到时候人民币自由兑换，那肯定水到渠成了。啊，不要再巴拉巴拉骂了，我说哎呦，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那肯定了，你成为世界主要结算货币，第1大结算国际贸易结算货币了，对吧？人家哭着喊着要换你人民币呢，绝对硬通货了。现在人民币已经非常坚挺了，是吧？那就对吧？人民币那个自由兑换就不是个事儿了啊。那以人民币计价的所有资产。都会涨价，水涨船高，比如土地啊、股票啊、房产啊之类的，对吧？都会涨啊，都会涨。所以人民币我长期看好。世界所有的玩金融的，我跟你讲，那帮人虽然反华反共，他们也看好人民币，没办法，那对吧？那有句话怎么说？嘴硬啊，身体是诚实的，对吧？就这样啊。那欧元我不看好啊。我再说一句欧元。欧盟是一个松散的那个联盟，对吧？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自己的中央政府，那个还要靠美国人主导的北约来保护自己。那这次那个新冠疫情，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了。那些老欧洲老牌的那个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国家，所谓的对吧？那他们政府的靠嘴皮子耍嘴皮子水上的那些政府首脑的那些管控能力啊、组织能力啊，跟那个中国政府根本不能比的。我说难听点我们中国随便找一个县委书记县长过去到欧洲那些老牌那个帝国主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当总统没问题，绰绰有余那个上次我看过一个老兵莱昂老兵莱昂，我是他粉丝他说不错，也是上海的他说了一下我笑死他说他们那个的当地那个村会计的水平当然超过那些欧美那些靠嘴皮子耍嘴皮子上台那些政客的水平了，对吧？笑死人，这说的差不多，我跟你讲如果村会计的说的有点夸张的话，我们一个县长、县委书记的水平肯定超过那些欧美国家的靠耍嘴皮子、靠吹牛逼靠互相攻击上台的那帮那个政客的那个水平，绝对的治理能力绝对的治理能力。再看最近法国那个和欧盟其他国家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对吧？法国10月16号我又做过一期视频，对吧？那个历史教师
嘴贱啊被斩首，然后尼斯对吧？教堂里3个人，2个人也被斩首啊。昨天还是前天，比利时又枪击事件，拿着 AK 扫对吧？都是那帮穆斯林是吧？你看一波接着一波啊，但是有组织的啊，接连不断的搞，我跟你讲，我说那活该啊，我说那就是活该。谁叫那帮白皮猪啊，当年那个坏事做绝，对吧？在中东、非洲到处煽风点火，搞颜色革命啊，还要发动战争，是吧？利比亚就是法国人，以法国人为主的，美国人也有份啊，欧盟其他国家也有份，我告诉你啊，把那些国家搞得一塌糊涂，一片废墟啊，底层人民什么民不聊生啊，民不聊生，是吧？那造成什么？那个人道主义灾难啊，大批难民涌入欧盟那边国家，那帮白皮书呢还要装啊自己那个作孽造成的那些人道主义灾难，他还要装逼高大上。哎呀，我装圣母婊，我自由民主博爱，怎么样啊？然后大量的为了装逼要有代价的，知道吧？大量吸纳那个中东和非洲的那些难民，然后呢，吸纳过去呢也不好好善待他们，对吧？你跟你讲，把难民中的男人当最极端廉价的劳动力去使唤啊，几乎等于是奴隶。我跟你讲啊，难民中有姿色的女人啊，当做性奴供他们赢了啊，没有姿色就更苦了，比男人还不如，男人还有力气，女人没力气啊，没姿色的是苦不堪言。那难民中的女人有点姿色呢，还能被人对吧当性奴啊，还能买卖怎么样？你看难民中还有少年儿童啊。也不给他们的免费的义务教育，免费义务教育想都不能想，只有中国才有啊！那些难民我跟你讲，生不如死，只能去犯罪。那然后呢，其中的很大一部分，那受到那些伊斯兰极端那个教派的那个极端组织的那个蛊惑，就去搞训练之后去搞恐怖袭击了，对吧？难民他看不到希望，心如死灰啊，没有钱，看不到前景，看不到前途啊，还不如去干一票呢。那比如打比方，那个人体自杀炸弹，绑一个那个什么东西，人体那个马甲，对吧？然后再去绑，到时候喊一下口号，那个电源一摁，或者被遥控了，被那个多少米之外的那个手机一遥控，嘣一下，对吧？作为工具啊，就作为工具，你看，然后那帮人他是这么想的，哎，我这条烂命我不要了，我去干一票死了。死肯定给钱了，那帮人啊，还能够为家里人啊赚一笔生活费，对吧？然后再幻想着死后还进入天堂啊，享受72个处女的陪伴。我跟你讲，那帮难民很可怜的，我跟你讲，真是可怜人啊，可怜人。没有对比，我再说一下，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和那帮难民比啊，我老百姓，中国的老百姓就是在天堂，他们在地狱，我们在天堂，你知道吧？所以我跟你讲，我特别恨那帮子什么恨国党、带路党啊、带路公知啊、那个无良公知、反共反华的那帮反贼们啊、法轮功，还有各种各类的民族分裂分子，藏独、疆独啊、蒙独、港独啊、台独啊，还有那一部分什么反体制的官二代、豪二代们啊，比如蔡下石榴，对吧？他们那帮人做梦都想颠覆现在的那个中共政权啊，然后呢，他们干什么？颠覆之后干什么呢？他们回国上台执政，你知道吧？他们目的上台执政什么？肯定是骑在我们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啊！那帮子的人渣，那个杂碎，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我跟你讲，如果让他们得逞了，我们中国的老百姓真的要大祸临头了，真的吃二轧苦受二轧罪了啊！我们的结局，如果他们回来啊，那个还乡团回来，就会像那个去那个欧盟的那帮中东啊、非洲难民一样，甚至比他们还要惨。我跟你讲，那帮人坏极了。所以老铁们啊，一定要头脑清醒，要爱国啊，要爱国。那这场那个蔓延全世界的新冠疫情啊，我们那个执政党共产党用不容辩驳的事实，对吧？证明了啊，当代中国的那个什么4个自信，对吧？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我们中华民族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没有之一啊，没有之一。我们应该为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而感到骄傲，我们都是中华的好儿女。好吧，今天的那个节目都做完了，老铁们喜欢的就请订阅、点赞、分享、留言，谢谢大家。